为什么在前不久，美国政府亲自下场砸出了800亿美元的核能投资计划？为什么近2年每磅铀的平均长协价格比平均实现价格高30%以上？当科技巨头们开始不计成本的抢夺电力时，华尔街发现瓶颈已不在电厂，而在燃料。大家好，欢迎回到 Inside Frontier，我们继续做深度的美股投资研究。本期我要聊以下几点：第一，为什么铀会走向结构性紧平衡，以及 AI 为什么会改变这条链条的定价逻辑？第二，我用铀的定价结构解释为什么供需紧也可能价格不涨，并且把机制映射到能源股 CCJ 上，它靠什么把供需紧张变成可预测现金流与估值中枢？第三，华尔街是怎么看的？散户投资者怎么下注？以及这里面最关键的风险点是什么？章节放在说明栏，你可以拖动时间轴，直接跳到你感兴趣的那部分。很多人以为核电的瓶颈是反应堆不够，但站在2026年的投资视角，你真正要盯的不是核电站，而是核燃料链。电厂可以延寿，可以重启，合同可以签10年、20年，但如果涉及铀矿的转化、浓缩、燃料组件这一整个链条卡住，电厂再多也只是空壳。今天我们不聊虚无缥缈的核聚变或是 SMR， 我们来聊一个极其残酷的供需算术题。当库存都烧光了之后， AI 的电从哪儿来？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场教科书级的从物理短缺传导到金融定价的结构性挤压。要理解为什么现在又会缺，我们必须先理解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它不缺。过去几十年，核燃料市场并不紧张，很大程度上是靠2块缓冲垫。第一块是高浓度的历史库存，释放它们带来的额外供给；第二块是发生事故后部分地区关闭核电站，因需求收缩而释放的库存，被市场逐步消化。这2块缓冲垫让市场上很多人形成了错觉，那就是核燃料永远买得到，而且价格永远可控。但是库存是会被消耗掉的，缓冲垫一旦变薄，市场就必须回到更朴素的现实，靠新增、靠产能、靠资本开支、靠产线爬坡，而这恰恰是最慢、最不确定的部分。核燃料不是把铀矿石挖出来就能用，它要经过转化、浓缩、制造等一系列关键步骤。美国在2024年通过了一项禁令法案，当时市场觉得有库存可以缓冲一下，但到了2026年的今天，缓冲期已经过去了1年多了，而浓缩铀的供应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起色。因为这道禁令不仅切断了现成的浓缩铀进口，更致命的是，它切断了对部分地区庞大离心机产能的使用权。而西方的离心机产能又不够，为了得到同样多的核燃料，使得被迫投入更多的天然铀原料。这是一个失去的隐形技术红利，业内叫嵌位。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拗口，我给各位打个比方，大家把浓缩铀提炼想象成榨橙汁，制造核燃料的过程就是用离心机去榨取天然铀的过程。在过去，因为可以随意使用海外庞大且极其廉价的离心机产能，厂商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租用这些机器。那时候为了省钱，也为了省原材料，通常会让离心机转得久一点，把每一克的天然铀都榨得干干净净。这就像是用3个榨汁机同时榨3个橙子，配合极长的榨取时间，最后合在一起榨出一杯橙汁，这就叫嵌位。但现在外部大量的廉价产能被禁用了，本土产能又不够用，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交出同样多的货，工厂被迫切换到了赶工模式。他们不再追求榨干，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只能榨取最容易提取的那部分，剩下的就当废料扔了。这就变成了为了在同样的时间内得到同样的一杯橙汁，现在需要用唯一的榨汁机快速的榨取4个、5个甚至更多的橙子，而时间很有限，所以每个橙子只能榨取最容易出汁的那部分，这就叫过位。这一正一负的工艺切换，导致了即使在电力需求没变的情况下，对天然铀原材料的需求也猛增。你以为这就完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全球最大的铀矿生产国哈萨克斯坦这几年一直喊着扩产困难，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们的产量指引一降再降，这就像沙特突然说我挖不出石油了一样严重。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AI 又出现了，电力需求的猛增无疑是给铀的供应雪上加霜。
这部分硬缺口是任何国家、任何矿山、任何技术在短期内都填不上的。如果只是为了发电，那么油价涨一点，电力公司忍忍也就过去了。但科技巨头们的介入改变了定价逻辑。对于微软、谷歌、亚马逊这类公司来说，最贵的不是电价，而是算力资产的闲置。当数据中心、GPU 集群、园区基础设施的投入是100亿甚至1000亿级别时，停电、限电的代价远高于电费本身，所以他们愿意为稳定、可预测、长期锁定的电力付溢价。我们之前视频里提到的天然气可以过桥，但不仅有碳税压力，而且气价的波动很大，只能短期过渡用。真正长远来看，核能是唯一的解。所以我们看到，从重启三里岛核电站开始，到后来亚马逊买下 Talen Energy 的核电园区，这些巨头们签的都是10年、20年的长期协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在锁定未来很长时间的燃料需求。而科技巨头们的下场，对于本来就紧平衡的现货市场来说，更是毁灭性的打击。公用事业公司会发现，如果现在不管价格高低，赶紧囤货的话，过2年可能连火都升不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分析 NEE 的那期视频说，科技巨头们是对价格不敏感的边际买家，他们不在乎铀是80块还是100块，他们只在乎有没有货。逻辑通了，但在资本市场上，是不是随便买个铀矿概念股就能躺赢？绝对不是。我用一句话先定框架，在铀这个赛道里，你压住的无非是3种东西：价格、杠杆或者定价权。接下来我用一个主案例把定价权撩明，然后再解释实物铀信托这种纯价格工具。这家公司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过，买 CCJ 不是买铀价会涨，而是买它在核燃料链那种能交付、会定价、离客户更近的定价权。在深入分析 CCJ 的 Q3 财报之前，我们必须先纠正一个90%的散户都会犯的错误。很多人把铀当成黄金或者原油来炒，每天盯着现货价格看 K 线。但大家看这张年报里的原话，直接赤裸裸地告诉了你真相：铀并没有在交易所进行有意义的大规模交易，这是一个典型的场外市场。核电站作为买方，他们的核心需求不是去现货市场里扫货，而是通过双边谈判来锁定未来一段时间的燃料。这里的关键词是地理上稳定的供应。在地缘政治割裂的今天， CCJ 卖的不仅仅是燃料，它卖的是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现货价格波动， CCJ 依然能签下高价长协的原因。另外在这里补充一点，大家不要每天只盯着现货的价格看，你要看的是长协价。现在的情况是，现货可能有波动，但长协价格一直在涨。这意味着大买家们为了锁定未来的安全，愿意支付比现货高得多的溢价。这里有个学术名词叫升水结构，是典型的大牛市特征。理解了市场结构，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它揭示了铀周期最残酷的滞后效应。当铀价上涨时，资本往往会涌入高成本的新矿山，但 CCJ 在这里非常犀利地指出，这些新产能往往会错过签约周期，因为矿山建设需要5至10年。等新玩家把矿建好，最肥美的长协订单早就被 CCJ 这种经长期验证的供应商瓜分完了。而支持我看多 CCJ 的理论基石是这句话：供应安全的考量往往会压倒对价格的敏感度。当库存耗尽，核电站最担心的不再是铀贵不贵，而是一旦燃料断供，反应堆停滞，每天损失几百万。到了这个阶段，价格敏感度消失，恐慌性的买盘会出现，这才是 CCJ 收割超额利润的时刻。而由于价格通常在交货前1个月或更早设定，这导致了 CCJ 的平均实现价格会滞后于市场价格。这种滞后是双向的，牛市初期它涨得慢，但熊市来了它也跌不动。我们用最新的 Q3 数据来验证这一点。大家看我从 CCJ 刚发布的2025年 Q3 财报里截取的这个表格，第3季度的现货价格已经站稳在 81.67 美元，但 CCJ 的平均实现价格还在 62.12 美元。悲观的人会说，你看 CCJ 卖便宜了。但观看我内容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聪明的深度投资者，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追赶空间。随着旧的低价合同到期，新的高价长协生效，
这$20的差价就是未来几个季度业绩确定性增长的来源，这就是滞后效应的具象化表现。光有定价模型还不够，我们还要看管理层的执行策略。CCJ 明确表示，他们在2028年和2029年的承诺交付量是低于平均水平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预判2027年以后 AI 数据中心和 SMR 的需求会把铀价推向新高，他们要保留产能，等到那个时候再卖个好价钱。这种纪律严明的方法在2025年 Q3 得到了最硬核的执行。在 Q3 报告中 ，CCJ 宣布将核心矿山的2025年产量预期从1800万磅下调到了1400到1500万磅。表面上看是开发延迟，但结合他们的战略耐心逻辑，这实际上是在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重磅信号。CCJ 绝不会为了追求产量而牺牲长期的市场平衡。这种主动或者被动的供应收缩，正是维持铀价高位运行的最强支撑。除了商业模式，我们最后来看 CCJ 最硬的一张底牌，我愿称之为地缘政治护城河。大家看这张图的客户分布，CCJ 44%的客户在美洲，39%在欧洲，加起来超过83%的订单都锁在核心盟友国家的电网体系里。很多投资者担心全球供应链的割裂，但对于 CCJ 来说，这种割裂恰恰是它的估值溢价来源。因为在全球局势逐渐动荡的今天，CCJ 卖的不仅仅是作为燃料的铀，它卖的是一张进入西方能源核心俱乐部的门票。这种资产的安全性是其他非北美矿企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刚才的客户分布只是基本盘，那么这件事就是直接把 CCJ 抬升到了国家战略资产的高度。CCJ 联手 Brookfield 与美国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大家还记得 Brookfield 吗？它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公司。我在天然气那期内容提到过，它在2025年10月与 Bloom Energy 签了一个50亿美元的框架协议，大手笔压住天然气供电。但是值得注意，这次不仅仅是行业龙头之间的合作，是美国政府亲自下场。协议内容是计划在美国部署至少80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技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CCJ 的长协合同背后现在有了主权信用的背书。这800亿的投资计划直接锁死了未来几十年的下游需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供需逻辑了，这是最高级别的确定性。而 CCJ 的逻辑不只在矿端，你要把它放回核燃料链里看，这就进入到下面这部分，也是华尔街压住 CCJ 的更深层次原因。很多散户买 CCJ 是冲着它的矿山去的，没错，它拥有地球上最高品位的矿山，这也是它的核心优势。但华尔街买它看重的是另一件事，它对西屋电器的收购，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并购，这是商业模式的质变。以前的 CCJ 只是一个卖大宗商品的，铀价跌它就死。但现在的 CCJ 通过西屋电器掌握了全球近一半核反应堆的售后服务权。不管铀价怎么波动，你的核电站要不要换料，要不要检修，要不要技术升级，这都是西屋的生意。这意味着 CCJ 从一个周期性的矿业公司变成了一个拥有稳定现金流的防御性成长股。所以华尔街为什么愿意给他现在更高的 PE？ 因为他通过收购西屋，把一部分收入从靠天吃饭的卖矿收入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经常性服务收入。这在估值模型里意味着更低的折现率和更高的确定性。现在的 CCJ 左手拿着几乎零成本的高品位矿，右手拿着必须消费的服务合同。在科技巨头们求着签长期协议的今天， CCJ 拥有了对长期铀价的绝对议价权。总结一下，他是矿商，是贸易商，也是北美能源安全战略的执剑人。这就是为什么在2026年，即便面对短期波动，我依然认为 CCJ 是美股能源板块中护城河最深、确定性最高的标的之一。当然，别只看利好，它也有风险。CCJ 最大的痛点在于长期协议的包袱。我在前面也提到了滞后性的好处，能够确保未来几个季度业绩增长的确定。在前些年铀价低迷的时候，他为了活下去，也签了很多价格极低的长期供货合同。现在现货价格虽然涨了，但是 CCJ 必须含泪按当时的价格发货，这就导致它的业绩释放会比现货价格滞后很多。买它，
你要有极强的耐心，这是一个慢逻辑。我选择它当主案例，不是因为我在喊单，而是因为它能帮各位理解什么样的公司能把燃料链紧张转化为更稳定、更持续的价值。它能代表一种更高级的下注方式。你不是只压铀价，而是压它在核燃料产业链里的位置，以及这种位置带来的溢价能力与现金流稳定性。这个标的是一种以持有实物铀为核心资产的上市信托基金，其目标是为市场提供一种安全、透明、便捷且可以在交易所买卖的方式来持有实体铀的机会。它不是矿业公司，所以不会自己开采矿，而是买实物铀并长期持有，让投资者通过信托份额来分享铀价格的波动。它的融资机制叫 At the Market ATM，简单说，只要价格相对于每股净资产出现溢价，它就能直接向市场发售新的股票来换取现金，然后反手再用增发获得的现金去现货市场扫货，再把买来的铀锁进仓库。所以它越买，现货越少，价格越涨，反过来刺激股价继续涨，这就叫飞轮效应，也是一个自动化的逼宫机器。它的致命风险是，这个飞轮是可以倒转的，或者卡死的。普通的 ETF 如果跌了，你可以把份额退回给基金公司换回现金，但它不行。如果你想跑，只能在二级市场卖给别人。由于它没有赎回的机制，一旦股价出现折价，飞轮会立刻停止。如果市场的情绪不好，大家争相抛售，导致它的股价低于它仓库里铀的实际价值，它也是绝对不会回购股票的。它也没有任何机制去把铀卖了换回钱来救市。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滩死水，哪怕铀价涨，它可能也涨不动，这就叫折价扩大。所以买它，你必须清楚市场的情绪必须一直高昂，一旦情绪崩了，它就从逼空机器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现货仓库，流动性会瞬间枯竭。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大宗商品的波动极大，且严重受政策的影响，请务必控制好仓位。今天这期视频是我们 Insight Frontier 在 AI 相关的能源基建方向的第5期视频。从最开始我们聊 AI 缺电，到电网拥堵，到表后发电的天然气救急，管道的垄断生意，再到液冷的爆发，最后到今天的铀矿逼空。这5期视频串起来，其实就是一部 AI 从云端跌落凡间的历史。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应该越来越发现，制约人类智慧进化的不再是算法的精妙程度，而是这颗星球上最原始的物理资源，是埋在地下的铜，是深海里的天然气，是用来降温的水和石头里提炼出来的铀。所以我相信2026年的主题依旧是比特向原子的低头。当算力还在无限扩张，而电力和铀受到物理法则限制时，拥有原子的人就拥有了向比特世界征收实物通胀税的权利。所以2026年，如果你依然相信 AI， 请不要只盯着屏幕上的聊天机器人，多低头看看这些支撑起数字世界的泥土和岩石，因为最确定的财富就埋在那里。这里是 Insight Frontier， 我们下期见。